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硅谷帮的谈话节目啊！今天非常开心，咱们请到了两位在演讲界都很有建树的朋友哈，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蒋甲，是TED speaker 和 best-selling book author。蒋甲你好，欢迎欢迎。大家好。好，另外一位新朋友是 Claire Claire 本身是在Google 负责strategy 的leader，然后同时也是 YouTube 上的一个可以说是大网红吧，有2000万的 views Claire 欢迎你。谢谢谢谢，很高兴见到大家。好，那个今天我们凑在一起哈，我们要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了，就是这个事情其实应该让 Claire 来讲啊，就是 how to be funny 啊，这个事情听起来好像非常的生活化啊，但是你仔细一想，好像很多人也从来没有想过如何变得很 funny，这可能从来大家都没有想过，对吧？但是咱们的这个 Claire 同学呢，就在这方面做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研究和归纳和总结，所以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聊一聊这事儿，对吧？怎么样 be funny 啊？我不知道在座的这个听众朋友多少人觉得自己是一个 funny person 哈？如果你觉得自己不是啊，我觉得那这期就更加要听听，就是怎么让你变得有意思起来啊。呃，我觉得一开始我们就我很好奇，想问一个问题，就是 Claire，你怎么会想到研究这个的？这个一般不是我们平常会想要研究的事儿，对吧？你是怎么开头的？就是因为自己太不 funny 了，呃，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其实差不多8年前就开始了，然后它的起因是因为有一次跟一个我很崇拜的人，然嗯，后我们就来了一个烛光晚餐，然后这哦，个人呢，他很成功，然后也很有趣，然后我就非常想要 impress 这个人，可是，嗯哼，在整个跟他吃晚餐的这个过程中，我就没有说任何我自己觉得有意思的话，我一直就是在说啊，That's so amazing，啊，就是那种非常夸张的那种表情，然后就是那种啊惊到下巴，然后就是非常非常 loser 的那种 response，然后说不出任何有趣的话，在整个过程中，我就觉得自己真的是太 loser 了。然后第二天就是醒过来之后，我就觉得自己怎么就这么傻呢？我就开始 Google how to be funny 这个事情，literally 我就开始搜索 how to be funny，然后我嗯哼，就发现 Google 它给你的这些词条，就是或者它的这个 research 这个 search 的结果，大部分都是一些比较 common sense 的东西。就比如说，如果你要 be funny 的话，那你需要 listen carefully，你需要 be surprising，嗯哼，但是我觉得 OK，这些东西大家都懂，但关键是具体我要说什么，我要做什么呢，对吧？比如说，如果假如说我去我老板办公室，然后我去挠他痒痒，那是 be surprising 嘛，那是 probably been fired。所以就是很多时候，就是你看了这些东西之后，你还是不知道我到底要说什么、做什么。然后我看了很多很多这样子的资料，然后发现市场上要么就是这种 Google 给你的非常 common sense 的答案，你不知道该怎么做，还是要么就是有很多那种书，然后他们是专业的脱口秀演员或者是sitcom writer 他们写的，然后他们嗯写的那种 audience 也是给那种想要做 professional comic 的人，这是他们的 嗯 audience。但其实我想一想啊，我也不需要做个什么 professional stand-up comedian，对吧？我只是想在生活中变得稍微有趣一点对，所以就觉得说这个中间这个空白好像没有人来填充，然后反而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空白。我想我自己来填充吧，然后就当嗯时真的是很想来，真的是从心底里想要变得有趣一点，然后就开始疯狂看各种 talk show。但我们说的这种 talk show 其实不是国内的脱口秀，更多的是采访类节目，像什么 late night shows 啊这种，所以它更多是这种采访秀，美国的。所以当时嗯就疯狂看，可能看了差不多有成百上千集吧，就是疯狂看，然后就发现说，哎，其实你看那么多之后，你真的会发现有一些规律。我最开始陷到这个里面的东西，是因为有一个演员叫做 Sofia Vergara，然后她是演那个Modern Family 的那个，然后嗯他就特别幽默，然后我就看了差不多60集他的脱口秀，然后我就发现，哎，他还真的是有些东西他经常就是会用到，
然后我在看完这个之后，我在看 Jennifer Lawrence，然后又发现，哎，Jennifer Lawrence 也有一些她比较 signature 的东西，她会经常用到。然后她每次用，观众都会笑。然后我做同样的事情，就看 Julia Roberts，看 Johnny Depp，然后看 David Letterman 这些人，然后发现可能就很多人他们都会有一些比较自己独特的一些 signature 的东西，然后这些东西都非常好用。你会发现其实把它拿过来之后，我们在生活中也可以用。所以就是我后来就是发现了一些规律之后，就把它总结了起来，然后就写了一篇文章。就是 How anyone can be funnier，就是说，我觉得就是类似于 How to be funny for dummies，因为我自己就非常不 funny，我觉得自己，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我能够总结，然后我自己在生活中用了，然后发现哎别人也笑了，那就说明这个东西任何人都可以用。所以这个东西起源就是后来我写了一篇这个文章，然后发现这个文章结果大家也觉得好像有点用，然后他在 Google 上当时排名第一，排了6年吧。就是如果你搜 How to be funny，这个文章就一直排名第一。然后还发现哦，原来大家都有这个困惑就基本上这是我的一个故事的开头是这样。那你把它说完啊！你写了这个文章以后，这不是一篇普通的文章哈，这篇文章非常重要，然后还有跟你现在在做的演讲的事情有关系。你把这个说完，就是哦，你研究这个 How to be funny 到现在已经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了？到了一个出神入化的程度，走火入魔的程度。其实也没有，但就是后来这个文章对我的影响还是挺大的，因为它证明了一点，就是说，其实很多人觉得自己，你要么就是天生 funny，要么就不可能变得 funny，这件事情其实它是被打破了。嗯，然后我发现这个有用，这个文章有用之后呢，我就做了一系列的探索。第一个探索就是我开始建了一个自己的 YouTube 频道，因为其实我很多的内容，我很多灵感其实都是来自于这种 talk show 嘛，其实它本身就 make sense，说你应该有一个 YouTube 这样的平台，然后来 collect 这些东西。然后最开始我没有做 YouTube，是因为 YouTube 真的就是太花时间了。但是 YouTube Shorts 和 TikTok 出现之后，我就开始做这件事情，然后就开了自己的这个 YouTube channel。然后差不多在10个月的时候，有差不多1000万的 view，基本上就是用一种脱口秀，然后加自己 comment 这个形式。然后这是之后的第一个尝试。后来我又做了一个尝试，就是把我的文章的内容，把它写成了一本很短的书。没有，不像我们贾学长这种 best-selling author 那没有，但是就是写成了一本比较短的书，然后基本上就是总结自己已经总结的东西，然后放到 Amazon 上面，他倒是拿了一个 No.1 in new release，所以就是也是这个方面也算是给了我一些 encouragement，这是第二个尝试。然后第三个尝试是我把书的内容把它转换成了一个 online course，就是当时好像 online course 很火，可能差不多是4年前的样子吧，转换成一个 online course。然后我就把这个 online course 就上传到 Udemy 这个网站上。Udemy 如果大家不太清楚的话，它应该是现在全世界最大的 online course 平台，至少是有千万或者至少是有100万到1000万个课程在上面，literally speaking。所以其实我没有抱太大的希望，因为当时就算是4年前，Udemy 也是非常 competitive 的。但我就是把它转换成了 online course，然后就上传，也没想太多。结果3个月之后，这个 course 又变成了一个 No.1 seller on Udemy，那个确实让我有点喜出望外。然后我就觉得说，可能这个 market response 好像还真的还不错。然后其实当时贾学长，是他这么跟我说的，就是我其实一直自己很逃避how to be funny 这个 topic，因为虽然我觉得它对我自己 personally 有用，但我就想自己一直就是自己在生活中用就好了。我也从来不想演讲讲这个话题，因为我就总觉得说我自己不是那么的 funny。然后如果我要讲这个话题的话，下面所有的观众都会说啊，你也不是很 funny 吗？我干嘛要听你讲呢？就我心中一直有这个巨大的害怕，我也一直都不愿意讲这个话题。但是就是后来贾学长就跟我说，他说你看这个 market 1、2、3，他们都在告诉你，
其实你可能真的是在这方面是有天赋的，或者说这个 market 它是需要这个东西的，那你就讲嘛，你就讲嘛。我说那好吧，那我就讲吧。所以就真的是因为学长当时的鼓励，然后我就开始愿意尝试讲这个话题。然后怎么从这3步到 speaking， 也是因为其实中间做了很多的 soul searching， 做了很多的 reflection， 说我到底要把这个东西发展成一个什么样子。然后想来想去，觉得可能 speaking 挺适合的，因为这人就话挺多的，就是挺喜欢逼逼的，所以就觉得speaking 可能就比较合适。只是说我一直不愿意讲这个 how to be funny 这个话题，我一直讲些别的那种 how to advocate for yourself，how to network 这种话题。但是就是在学长的鼓励下，我就开始尝试讲这个 how to be funny 这个话题了。对，太赞了！来讲讲学长，你看啊，上期我们聊的时候，你说你要让更多的 Asian 出现在这个演讲圈，这不就来了吗？对吧？这不就来了？我相信这也是你这个鼓励的结果哈。那个，你来聊聊吧，你这一路是怎么帮助 Claire 一直走到这一步的？首先我说一点啊，我看到Claire 他能够走到，就说走上这条路，想作为一个首先是做 content 的人，对不对？他做了 YouTube，他做了 content，然后讲一个话题，然后把这个话题来教给别人怎么做，然后方式不一样，你可以从 YouTube 可以写书，但是他选择这两个，但这两个我都做过，但是他第三点，他作为一个作为演讲。来在面前跟大家讲这个话题，这个其实我非常开心，我真非常开心。我觉得其实你做，因为演讲是一个，这是一个商业行为，也是一个产品，就别人愿意付你钱听你说话，说明这个你的讲的话，你这个主意和你的表达方式，还有你这个人设，全加在一块儿，这是个产品，这个产品是有价值的。我在这个行业已经混了10年了，像亚洲人非常的少。像我们这样从中国出生长大的人，好像就是我一个，所以我看到 Claire 他进入这个行业，我心里特别的开心，这是说不出的，是内心的那种开心，说明说哦，我们一种开心，一种自私方式，就是觉得我们更多的亚洲人其实能够去演讲，对我自己的职业也是有好处的，要不然的话，你像我上次讲的，你很容易被 tokenize，你这么全是。那个一群白人里就你一个亚洲人的话，实际上说你是就被作为一个 token 了。另外一点的话，其实作为我觉得，作为我们这个在这个种族吧或者这个群体来讲的话，如果说能够把这个话讲出去，把主意讲出去，有人家愿意去给你钱，而给你很多的钱，这说明就是一种价值，说明的话我们是有能力去有影响力的。我们其实亚洲人这个在美国影响力挣的钱可能不少，但是影响力其实非常的少，所以有这样更多的像 Claire 这样进入这个演讲行业的，其实我作为这个做了差不多10年的这个人，我是非常开心的。另外就说我稍微讲一下我对这个 How to be funny 这个看法。其实呢，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先从结果来讲，你去你要是 funny 的话，这个对你这个人是一生都是有用的，不光是说做演讲。而且你在生活中啊，你跟人交流中，像克莱尔讲的，非常的有用，因为你实际上是给你，就是因为就是那个 humor 嘛，这东西它是一个糖衣，糖衣你把一个糖可以裹在你想的说的任何东西上，你想卖东西也好，卖主意也好，做 presentation 也好，甚至说你没结婚的想跟人谈恋爱也好，对不对？你把你的这个humor 放在你的言话中的话，就非常的好吃，这不是一个糖衣的。当然，希望不是炮弹呐、是糖衣的一个好东西。所以呢，当别人觉得这个好接受、好吃，他觉得你 funny，他第一点想的就是你人很聪明，他对你的想法立刻就高了。当你觉得他觉得你聪明的时候，他对你讲的话也更加的这种尊重，也更加这种容易接进去。所以呢，我个人是说，我是用我把我的就是我作为这个funny，作为这个东西，这个幽默是放在我演讲里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你说我讲的好吗？就是说我讲的还行啊，就是说我对这我也练过，但是我的绝招就好像是其中就是一个这幽默是我的一个绝招，就好像说一个人打篮球，对投3分是一个人绝招，对我来说这个去跟人家去开玩笑啊，这是我的绝招。我的尽量说，我自己还在算，我一个演讲中我能得到多少笑声，这是我自己在算出来的。
而且我能算出来说，我能想出来说，我在多长时间的我笑声和笑声之间有多长时间的距离，这是我自己能算出来的。所以呢，这个开玩笑啊，这个东西呢，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做这个和 Clear 的这个就说做法非常的不一样，因为其实这就说嘛，条条大路通罗马，我跟 Clear 是非常不一样的人。我是从小那种，就美国人讲的 class clown，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那种哗众取宠的人，就是在我眼里，你就没有我那个困扰，你对天生就比我没有，较幽默，对。对我就是，但是我高兴。我就举个例子，我就小时候那个我就听着有哪个大人就是说，就讲到这个说，哎呀，这个今天这个风雨特大，这个来势凶猛啊。然后后来我第二天上学去了，上学之后我就去那个跟老师说，上到一班课的时候跟老师说我上厕所，老师说那你去吧。上厕所回来了，我坚持不住，回来之后一进门，那我就进门报告啊，进门了回来之后，我第一句话说来势凶猛啊，结果这句话整个的班上全笑了。然后我的老师特别生气，但是我在那一刻我心里非常开心，因为这是我没有什么得到 attention 的办法，但是能把别人逗笑了，其实这是让我自己开心，是一种就说这种得到这种快乐的方法。所以其实我到后来我做了演讲也好，我现在写东西也好，我就是有一个大目标，就是我怎么能够把自己逗笑了。如果我写完一个东西或者演讲稿写完之后，我是拿那个 Siri 就拿那个苹果那电脑再重新给我读一遍，他讲完之后我自己能咯咯笑了，哎，这就我达到目的了。所以呢，这东西自己逗人笑是我内心的，所以这点我跟那个 Claire 不一样。Claire 说他天生不 funny，我是天生是有内心这种渴求的。所以呢，我有这种 mindset 之后的话，我是不断的会想招各种各样的招。但是我的这种开玩笑的方式呢，更加这种说，更加的这种怎么说呢？天性的，就是那种 intuitive，就说那个来的。但是呢，我觉得可尔他那些招实际上非常的管用。所以呢，就是说这么讲到说，如果一个人他有没有有这方面的，用过一些？对对，就好像说，如果一个人他有点天赋，就这点说，你想逗人笑，这是一个天赋啊。我觉得我这点我自己可以说，我有这种哗众取宠的一种小天赋。但是我有这种我有这种内心的渴求，再加上 Clear 这些招儿的话，实际上这个是我那个这就是一个能够跟人家搞笑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对，我觉得学长是那种，就是天赋型选手，就是他就是幽默界的别人家的小孩儿，然后就是我看他就是那种就是望尘莫及，我就是属于那种就是成绩最差的那一类，就是天天在想，哎，我怎么把这个成绩搞上去，怎么把自己的成绩搞上去，就是不知道怎么搞上去，然后就每天就得疯狂做题，疯狂做题，疯狂做题，然后最后终于一点的稍微变成了一个中等生，所以就是我们两个代表的就是完全不同的类型。这是这一辈子第一个人说别人是中等生，我是高等生。其实我学习从来就没有这么的好，然后每次我成绩的话，在以前这种好成绩不都贴在墙上吗？我基本都是后一半有时候还得往上数，从最后往上数。这是但这么说有一点啊，呃，其实我非常敬佩 Clear 一点，这也是我其实非常认同的一点，就是说你的弱点实际上是你的金库。很多人觉得自己的弱点就是天生的这个东西，你去躲开它呀，你去我这天生的不好。但是呢，真正说能够说改变，改变自己，说大点改变别人，再说大点改变社会的这种人，是往往说看到自己的弱点，或者看到一个社会上的问题，他想要去找到一个解决方案。这也是我当初我做这个被拒100天，我自己害怕被拒，所以我就自己想招去被拒。当然我最被拒，我是加了一些 super power，是因为我的跟人家开玩笑啊，去自己把自己逗乐，这些实际上是我找人拒我的这种方法，去把自己逗乐了，所以也可能让人很容易让别人接受，也让自己接受。但是呢，自己被拒这个恐惧是我这个问题。所以呢，看到这个问题，我想去想办法解决。所以我看到这 Clear，他觉得自己觉得无聊，他开始说一种用研究的方法。其实这个本身就是一种幽默，就是一种非常大的幽默。你看到自己的问题，我把这个幽默我来系统化来解决，看别人怎么幽默，然后我来学，这个本身里边充满了智慧，我觉得。哎，你们这个，我觉得你们
就开始就是讲甲是说被拒100天，Claire 是说怎么变得幽默，这其实都是从自身出发来找到一个痛点，然后尝试解决它，然后解决它了以后，然后发现这个可以 generalize，或者是给到更多的人以帮助，所以我觉得从这一点角度上讲，你们两个的路径其实是非常类似的。那咱们就不再卖关子了，Claire，how to be funny？Tell me，让我也学习一下。你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做到怎么样，然后就可以有一些 improve，然后这个人就会变得幽默一些。首先我觉得其实，大家对 funny 的这个认知可以先，可能会，他就是我觉得我对现在幽默的理解，跟我很多年前对幽默的理解其实会有一点不一样，因为我觉得大部分人他觉得说 be funny 就是要像脱口秀演员一样好笑，或者是说我说的任何事情，别人就是要 laugh my pants off，就是那种hilarious 那种才是 funny。但其实后来我慢慢就发现说，其实他幽默，它更多的是一种就是生活态度，而且你并不一定说要变得像脱口秀演员那么 funny。首先这就是我自己走过的坑嘛，就是我一直觉得自己没有到那个级别，那我就不想做这件事，我碰都不想去碰它。但其实可能是你只是想要变成一个更加不那么 take yourself seriously 这种人，然后尤其是在 corporate，因为我也在 corporate 工作嘛，像这种 corporate 的话，他对 humor 的这个 bar 是非常 low 的，就是你只要稍微有趣一丁点，你可能就已经打败了90%的人，所以可能今天你的这个幽默的这个5%，就是你可能只是5%这种幽默。如果脱口秀演员是100%的话，那你其实只是需要通过一些方法能够增加到30%、40%，然后那你就可能真打败了很多很多的人。然后你要增加到30%、40%，其实是不难的一件事情。你想哈，就假如说我们今天聊天，或者你跟任何一个人聊天，然后如果你在这个1个小时的聊天里面，你能够让对方笑那么3、4次吧，我觉得你应该就打败了80%的人了。大部分的谈话可能都不一定能够笑那么多次，所以我们这个目标首先就设置在，哎，我是不是有在1个小时的这个谈话中，有没有一些可能的 scenario 或者方法，能让对方能够笑个2、3次、3、4次就可以了啊？这个首先是我们的目标，对吧？然后呢，在这个前提下呢，因为我看了很多的 talk show。然后呢，我的起点还是回到最开始的起点，就是说 Google How to be funny 的时候 ，Google 不是要 be surprising 吗？但是具体怎么样 surprise，它是没有讲的。所以说我的研究大概就是从这里开始，我大概总结了几种不同的方法吧，能够让大家说，哎，这有几种方法你可以 be surprising。今天可以介绍3种方法。来，第一种方法，好的，第一出种招了，方法就是这是这程咬金的3把斧啊，然后然后第一种方法就是我觉得真的是世界上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其实在回答任何 yes and no question 的时候，你就可以 be surprising。因为其实说，怎么样 surprise 呢？surprise 就是你要说跟对方期待值相反的东西，他就会 surprise，对不对？那什么东西你可以给一个相反的答案呢？今天我们会讲3个方法，但是其中第一个也是最简单的，就是当别人问 yes and no question 的时候，很大部分人都觉得你会说 yes， 哎，结果你说了 no， 或者是大部分人觉得你说了 no， 然后你说了个 yes， 这其实就是给了相反的东西，也就是 be surprising。然后这个方法我是从 Jennifer Lawrence 那里学过来的，因为我看了他很多 talk show 之后，我发现他真的是 the queen of this tactic， 因为他就是 use it all the time。然后所以就是给大家解释，我自己讲可能就比较冗长一点，我就直接给大家放那个3个 Jennifer Lawrence 的这个 example 吧，你就会非常清晰的看到他真的是很喜欢这个方法。稍等我一下，预期违背，对，就是预期违背，是的，这个我开始放了啊。
你可以全屏。OK，这个给大家看3个非常非常快速的 example， 总共加起来也就1分钟。然后呢，第一个 example， 它这个 context 就是说，这个时候 Jennifer Lawrence 她只有差不多20岁吧，然后她是刚刚变得有名，因为她刚刚开始演这个 Hunger Games， 所以她是第一次被世界知道。所以这个时候呢，然后她就有了这个和 Ellen 的这个谈话，这是 context。So this has been really just a couple of years for you that this has been this kind of attention, right? Yeah, hasn't been very long. Yeah. And are you used to it? Totally. No. 对吧？就你看这个例子，其实就非常非常简单。就是你说你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姑娘，第一次变成这种 world class fame， 对吧？那所有人问你说，哎 ，Are you used to the fame? Of course I'm not used to it. I have to thank my mom. Like I have so many people I have to thank. It's crazy. I'm not used to it. 就大部分人都会给这么一个答案嘛，对不对？所以就是他就是知道大部分人都会给那个答案，所以他就会先给 the opposite answer。他说 totally 嘛，实际上就是 oh yes I'm totally used to the fame, which is not true。然后他马上就会，当然会给你一个真实的这个故事，就是I'm not used to it。但是他会先把这个 opposite 的这个答案先给你。然后等你笑你笑完之后，他再开始讲他自己该讲的东西，所以就是这么一个逻辑。然后你可以看到效果非常好，而且只需要一句话，一个单词，对， yes, 就好了。是的，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方法真的是 the world's easiest way to be funny， 就是特别特别简单。然后就给大家看另外2个他的这个 example， 你就能够非常清晰感觉到这个方法是有多么的简单。This is you. There you are, talking to Kim Kardashian. Did you forget West, her right name for there. a second? There you are. Wow. So, what'd you make of the experience? Not as easy as it looks, is it? Pretty easy. Not that hard. I'm just Well, Hey, are you excited? The reviews are insane. You're getting prizes from Sundance Film Festival, little Oscar buzz. It's getting crazy. it's crazy. Are you enjoying it? No. Oh, you hate it. Yeah. Yeah, it's great. 对，就是这两个 example， 你就发现是不是真的很简单？你只需要一个 yes and no。这是我想跟大家讲的第一个方法。我先 pause 看有没有什么 reaction。哎，我非常 corporate 今天。那个讲你有尝试用过这种 tactic 吗？用过，而且我跟那个认识 Claire 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说这东西其实我这招好使，我就会试一试。然后所以就是有时候我回答并不是 yes and no， 就是这个问题，我会说就是说我记得有一次那个我记得去演讲的时候，大家叫我演讲，然后是因为然后大家都底下大家都很闹啊，就很嗨，就是那个活动。我上演讲的时候，我一上来说，我一上就说 ，Man, this conference dead。然后他就说很，因为我觉得很可笑，因为实际上说大家都明知道他很嗨，然后我一说这个 dead， 我说 can you be a little bit louder even， 就等于是说把他们的这种期待值给打破了，而且他们的说这个东西我往反了方向说，实际上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幽默的东西，所以我上次跟跟 Claire 聊过之后，我也用过这个东西。对，我补充一点，其实刚刚学长说的那个，就是可能在我这里算第2个或第3个 how to be funny 的方法，就是其实它如果我们说第一个方法叫做，如果你怎么用 yes and no question 来给相反的答案，对不对？那第2个方法可能就为什么我很学院派，把这些东西全部 categorize。然后第2个方法就是你怎么用数字，然后去制造这种反差感。然后第3种就是像刚刚学长讲的，你怎么用这种形容词去制造反差感。然后我也用过一个类似的方法，因为我们做演讲的话，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非常尴尬的场景，尤其是你刚开始上台的时候，你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就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就很尴尬最开始。然后我之前就有试验过，想说，哎，怎么让大家暖场嘛？就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 host 他介绍你之后，然后你上台，然后下面就是鸦雀无声，然后你可能就自己得稍微
我有暖场，然后就说Thank you for the super warm welcome, thank you everybody。然后他们就 get 到原来我在说相反的东西。然后学长刚刚说的那种也是相反，就是其实我们也会经常用到这种方法来做一些小暖场。对，是的。我能给你加一句吗？我还有一个例子，我有一次做演讲的时候，一般人做演讲的时候就是说他那个主持人会说 ，OK，next we have a great speaker for you. We have someone who has gone through rejection for 100 times. Most of us are afraid of rejection, but this guy not only is not afraid of rejection, but he did this over 100 times. He wrote a best-selling book. He gave a TED talk. 就 anyway， 他会把我 talk up，right？ 然后就是说 Let's welcome 嘉江，然后我就上来，大家都鼓掌。这是一个好的 host。我见过一个最差的一个 host， 就没有 host。然后他一上来就该我演讲的时候，他就是那个就声音那个就上面讲完了，接下来之后我这等着接下来，嘉江没有说任何东西，我就叫上我就上来了 ，OK， 我就上来了，然后我就说一般人都会那什么哈，然后我上来我第一句话就跟大家说 ，Wow, that's the best instruction I've got, great job, I'm sure you all know about me now。然后我上来之后我在 make fun of 那个 host。然后就是说你是我什么都没说，然后但是这样的话是打破了他们这个就是说很尴尬的局面。我拿这个开了一个玩笑，而且我拿这个我拿这 make fun of 这个 organizer。当然我做这事我做了很多次之后，我有这经验我才敢做的。一般人的话是比较难有这种胆量去做这种事情的。但是这也是一个例子。是的。来那个然后呢？然后第二个方法最容易的一个哈，再往下，更容易的方法就是可能我觉得不会比这个 yes and no 更容易的，就没有比这个更容易的方法。我觉得这个是最容易的，我就说对，这个是最容易的。然后第二个方法就是你可以用数字来帮你也因为数字它其实是一个很容易制造反差感的这么一个东西嘛，就是因为我们对数字都会有一定的 expectation。所以说，当你把这个数字抛出来的时候，或者说抛出来之前，你可以说一些就是话，让别人觉得，哎，这个数字不是他们想的那样，然后你再把这个数字抛出来，他们就会 get 到这个反差感。我也给大家看3个很快的例子，我觉得大家就能够知道我在说什么。你们现在还看到我这个 screen 吗？还看到我 screen 吗？能看到，看着在修车。OK， 这个说到这个修车，我就插一句，就是说，因为也有很多人问我说，那有没有什么 caveat， 就有没有什么就是用的时候要注意的地方嘛？那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一个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别人问你的这个 yes and no 这个 question，包括我们后面用的这些方法，它的一个前提就是别人一定要有一个既定的 expectation。就假如说别人问你说，哎 ，Do you like your job？ 这也就 yes and no question， 但是不管你说 yes and no， 他都不会好笑，因为另外一个问你的人他没有一个 expectation。所以就好像为什么我问这个修车，就是说，假如说你问一个修车人 Do you like your job？ 然后这个人可能会说 No， 然后他可能另外一个人就说OK， that makes sense。I mean there's no Oscar buzz about changing oil or fixing your car， 所以就没有人会有这种 expectation， 所以他就不会 work。这是一个 caveat， 就是顺便提一下。对不起，兄弟，我能加一句吗？我一定要这个东西。其实你这点是很有意思的啊。你刚才那个例子，我的这个我有可能会这么来做。别人来问，他没有 expectation，OK？Do you like your job？ 如果我想把这个 spice up， 想要用比较有意思的方法来讲的话，我就跟他我可以跟他这么说。就是说 ，Well, I can work anytime I want, and I make a lot of money, and people really respect me. I freaking hate it， 你知道吧？所以就是等于是你没有 expectation 的时候，我可以造 expectation， 对吧？我说3个说我这个怎么样，让别人觉得说 ，Oh man, I love my job. No, I freaking hate it。所以这样的话，等于是说，你可以把 expectation 营造出来，然后再给他一个反差，这么造。所以这招我在我演讲中常常用。
完全同意，这个是个非常好的 segue，就是到我们的第二个方法。因为第二个方法就是我们刚刚讲，你 drop 你这个 number 之前，你需要说一些话来把这个反差给造起来，对不对？其实就跟刚刚学长讲的这个基本上是异曲同工之妙你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地方也是3个 example。然后第一个是这个 Sofia Vergara， 就是我的最爱，就是我觉得她是我的启蒙老师。然后你看她就是非常喜欢用numbers 来变幽默。So Joe's 40th birthday party was recently, and Yeah. it seemed like it was a big party. It was great. It wasn't that big. It was like only like 150 people, but 对，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对不对？其实对大部分人来说，包括 celebrity 啊，就是你一个150个人的 party 就也是挺大的了。但是他就是在说150这个数字之前，他要说it wasn't that big， 然后他又用这个词用 only 嘛，就是他一直在像刚刚学长讲的，把你的这个期待值往另外一个方向引，就是它很小。然后他再给你这个150这个单词的时候，就觉得哇，你就被震惊到了。然后你看他下一个 example 也是非常非常 similar 的一个 technique， 非常非常 similar。然后他们在讲的这个 context 就是说 Sofia Vergara 她去参加这个 Emmy Awards， 然后呢他们在讲，那你去参加这个颁奖的时候，你会带多少个家人去参加这个颁奖？ he loves going with me to events, and Oh. I usually take not only him, I take like a lot of people. So it's like this time I only had like 17, but I've had 对吧？这个就也是非常非常简单，就是一般，因为大部分的 celebrity 他应该也就带一个 +1 不得了了，可能2个人吧，不得了了，对吧？就这种颁奖，他带了17个人，17哎。然后他当然把这个数字说出来之前，他要加一个I didn't take a lot of people，and then 用这个 only 这个词 again， 对吧？所以就是你看我都是就用这种非常 cheating 的方法，就是一定要这个方法一定要就是简单到真的是任何人都可以用。然后我就会把这些方法给搜集起来。最后一个 example 我觉得是比较经典的一个 example， 它也是用数字来制造这种反差感，但是它的这个铺垫就更加多一点。就像刚刚学长讲的那个，学长讲那个就是他这个比较高级，就是他这个是他基本上一听到比如说这个修车这个人，他就能够想出我应该用什么样的铺垫来把这个事情变得有趣，对吧？这个比较高级的，就是他就是临场他就能够发挥。然后咱们这个 example 呢，就是我把这个条件已经限制给你了，就是你不需要想那么多，就是只要当你要讲数字的时候，然后这个数字呢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有一定的 expectation 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个 formula。你可以看最后这个 example。Let's talk about this. No one gets kicked off. It's not like The Bachelor or Bachelorette. No one wins $1 million. No one. What do they win? Well, they win the title of being master maker. So it's really cool. We brought all these incredible creators and makers from all over the US to come in and make things. And what they win is patches for challenges that they win. And the title of being master maker, which is, you know, good on the resume. Yeah. It sounds Yeah, good, but it's really all about the patches. Right. These patches are dope. Right. Yeah, they are dope. Yeah. They win a little bit There's a of little walking money. around yeah, money. There's some folding money. There's some money. How much? I don't know, what, $10 million. 对吧？就是你看，其实他这个$10 million完全是 made up， 但是就是 like totally fake， 但是他就是为了让大家笑，然后他就制造了这个反差感，所以就是 formula 非常非常简单，我就给大家摆出来。如果你要讲一个很大的数字，那你就在前面讲 is not that big， 然后你用 only 这个词，对吧？然后如果你要讲一个很小的数字，你就在前面加上 massive 这样的形容词。包括我记得我刚开始做 YouTube 的时候，我经常会说 ，Oh, you know, after I uploaded 20 videos to my YouTube channel, I got a massive following of 6 people。就你也就是把这个东西混在一起嘛，对，所以就是数字是你一个能够制造反差感的好朋友。这是第二个方法。好，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最后的绝招？还有一个就是，其实学长刚刚讲的那个也是我会经常用的方法，就是你会用一些形容词，
来制造这个反差感。但这个我觉得大部分人会比较熟悉。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个不是那么常见的一个方法，但是它在我看来是制造反差感里面非常 clever 的一种手法。但是它会稍微需要一点点的 practice。然后呢，这个方法叫做你用character switch， 就是 character switch。那具体是啥意思呢？就是说，一般我们在谈话的时候，或者我们在讲一个 story 的时候 ，story 里面都会有至少有2个角色吧，或两个或者2个以上的角色。就比如说小红帽这个故事里面，你会有小红帽，然后你会有大灰狼，然后每一个他的角色都会有他自己特定的个性或者是 traits。比如说小红帽就是那个非常天真，然后非常就是 innocent vulnerable 的那个角色。那大灰狼呢，就是那个很坏，然后很狡猾很凶狠的那个角色。就他们都会有他们非常鲜明的角色设定，对吧？但是如果你把他们的角色和角色设定给它交换过来，那就是制造了一种反差感，对不对？就是当这个大灰狼变成天真 vulnerable innocent 的那一个，他就会有一种自然的萌感出来，然后你就会觉得还有点意思。这个就是这个方法它的这个原理。不好意思，你刚刚有讲什么？我好像没有听到。我说怎么做到这一点？对，这个就是会需要稍微有一点点的 practice， 但是我也给大家看3个例子，然后你会从中感觉到也不是那么难，其实也是可以做到的。我给你看3个例子。第一个也是来自于 Jennifer Lawrence， 她真的很 funny， 她这个人。I have another drinking story about Budapest. I know. But so I heard you got an I got in a bar altercation, fight. a bar fight in Budapest. I got in a real bar that fight. Seems like a dangerous place to get in a bar fight. I mean, for him. Yeah. 对吧？就这个，就是说，一般人说 seems like a dangerous place to get into a bar fight， 那肯定是 assume dangerous for Jennifer to get into a bar fight。就为什么他说Oh yeah, I mean for him, the guy, that's why it's funny, right？ 你就是做了一个角色转换嘛，对吧？然后呢，第二个例子是来自于 Johnny Depp 也是类似的一个思路。然后他们这个就是 context， 就是说 Johnny Depp 在讲他的小孩，specifically 在讲他的女儿。Well, they've entered the. Oh, sorry. 等一下啊。Yeah. Well, they've entered the age of technology now. You know, Yeah. It's texting and PlayStation and that sort of thing. Yeah. Do you see now, because the way it works, obviously, they will now begin a gradual separation. Whereas they grow older, they become more and more independent. Have you recognized that? I see it coming, yeah. Yeah. I also see little boys starting to line up to date my daughter. Yeah. And I fear for them. Yeah. 对吧？是不是也是非常非常类似的思路？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说 I fear for my daughter when I see little boys line up， 但他就说 I fear for the boys， 就是为什么会觉得好笑。最后一个例子也是来自于我的最爱 Sofia Vergara。Thinking about buying a house together. Yeah, we want. Oh, you want to live together? I think she wants to put me like in the guest house or something. I'm sure she's gonna try to get away with getting like the good part of the house. Your English has gotten better. I have to say. Her English? I'm understanding you. I have another. 对吧？就还是因为这肯定是给 Sofia Vergara 的问题，因为她才是那个非 native speaker， 另外一个 guest Reese 他是 native speaker。那我说 Your English has gotten better， 那肯定是对 Sofia， 但是他就直接 assume you're talking about the other character in a story， 他就做了一个角色转换。所以就是这个会稍微需要有一点点的 practice， 但是在我看来，如果你多做一些 observation 的话，或者做一些小小的 practice， 这是可能是最聪明的 be surprising 的方法之一了。对，我能加一句吗？这个，我很好的用的方式啊，用得好。我在这个你有时候啊，就是说你 character 这东西，有时候他这个人的 character 的话，你需要给他 build up。他并不知道他是谁，
但是你需要给人家一种印象，这是什么样的人。我在我的演讲中，我有一个例子，就是说，我的悲剧100天的其中一个很有名的，就是说我到一个人家去敲他的门，然后敲完之后，那个我跟他说，我能不能在你家后院踢球？一个陌生人名，所以我跟人我会这么讲。Okay, and one day I went and knock on someone's door. It's in Texas, Texas. So I knock on a stranger's door. The guy opened the door. He's a big guy, huge. He's got this giant Texas flag on his T-shirt. If you've ever been to Texas, you know that's how people dress. And so I asked him, "Can I play soccer in your backyard?" And he was like, "Soccer in my backyard?" And he looked at me, and I got soccer ball and shin guards and cleats all decked out. He was like, "I guess so. Come on in." And then I was like, "Now what?" I didn't think this through. How do I play soccer in someone's backyard? 这是我的一个 bit， 这是我一小段会给你讲我故事，这真实发生的故事。但我会这么讲，我一上来的话就说会把这个让人家的觉得说这个人 he's a tough guy, big guy， 一个大的德州的 Texas 一个硬汉嘛 ，he's gonna be very mean and 但是呢，结果呢 ，come on in， 就说这实际上是在 build up a character， 然后一下让他把这个人设给你转变，这个大家就觉得非常的好笑。实际上很多这个东西，这些 setup 的话，它是来增加一个 pressure， 就是你增加一个 pressure。任何演讲的也好，从那个故事也好，从这也好，它是 pressure， 然后放把 pressure 放出来 ，pressure 给你 build up 放出来。放的时候，如果你用比较幽默的方法放的话，实际上就非常的好笑的。哎，我好奇哈，我问一下，因为咱们说的这些 technical， 当然肯定都非常有效果哈。刚才我看的也是笑得不行，但是从你们自己使用者的角度来说，你们是会要下意识的去想，嘿，这个地方我怎么样变得 funny， 然后怎么样，还是说当你做多了以后，就会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反应？因为我总感觉我看这里面的这几个访谈的例子，像 Jennifer Lawrence， 我感觉他有点并不是说，嘿，我 intentionally 我这个地方我要 funny， 然后我想好我要做一个什么事，而是临场他很自然而然的他就蹦出来一个yes totally 或者 no， 然后就当时是一个很立即的反应。我不知道，就是你们是慢慢的随着你们的这个练习，是会达到一种很自然而然的状态呢，还是说这其实是需要一些准备，在这个做这些 speech 之前要先准备好？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各位，我非常想能现在说，待会儿给你能把你回到你刚才那个修车那个人那个照片上去。OK， 如果我是在一个演讲的时候，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 ，OK， 我非常如看我状态怎么样，因为我今天在聊这个 humor， 所以我开始其实是比较进入状态的。我在演讲中我看到这照片的话，我会讲说 ，Well, this is you see, this is the guy fixing the car, cute guy 。我会讲 ，Man, my car needs fixing. I need his number. Well, I'm married. Never mind. OK， 然后我就 move on。我会等于 make fun of 自己，然后但这个时候我第一个看这个照片的时候，这是我想的东西，就是我等于是我那个说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在这个照片演的过的时候呢，我的第一眼就看到说，哦，这个 he's pretty good looking， he's pretty good making 这种修车的人，对不对？然后但这种想法一过就过了。但是呢，就是说我做长了，讲多笑话了，或者说跟人家就是做演讲的时候，我脑子会不断往这方面想，所以看到这个脑子一个比较奇怪的想法一过的时候，我立刻把它抓住，我就把它这个，然后不仅说我一般人想这个话不会想说，而且我男的我讲这个话，对不对？说啊，他是 Q 看，就是说，但实际上的话，我会在这个，因为我脑子不断在往这方面想。我才会抓到这个非常就是说一个瞬间，然后讲到就是说这个好像有点奇怪，然后我就把这个东西完全 blow up， 在这个时候把这个变成一个笑柄来跟大家讲。然后我在这种时候一般我的情况下是我好几次也是在这时候突然间一个在演讲讲了一半，突然有一个比较奇怪的想法，哎，我就像这样我就到大家的面前讲出来。而且越讲越奇怪，讲到后来说，I'm already married， 然后知道吧？从看到这个照片，我能讲到这个是很多的 comedian 他们会用的方法，找到一点 observation， 然后呢，
那个有奇怪的想法，然后把这诚心变得特别，就不要 lean back， 是 lean in， 越想越奇怪。所以这个是需要一些平时的这个一些不是训练吧，他有这种像你就回答你刚才的问题嘛，做多了我就其实有这种的 sense， 有这种方面的观察。好 ，Claire。我很同意，我很同意。然后，我觉得就是你其实一直的持续的要想这个问题，或者是它至少要对你重要，就幽默这个事情要对你重要，这肯定是一个前提。但是话说回来，就是像你刚刚讲的 Jennifer Lawrence， 你看她好像就是做的好，就是做的好像毫不费力，她就是天生就是这样，对吧？包括我觉得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说，哎，他们是天生就是这么 funny。其实我倒是觉得就是很多事你要做的好像毫不费力，但是其实你不知道别人在最后其实付出了很多这种努力在里面。包括其实我们后来发现很多 stand up comedian， 他也不是天生就好笑，他其实很多人他天生并不好笑，他无非就是对这个事儿很上心，所以他就是变得很好笑，然后让你看起来毫不费力，对吧？但是我想说的是，其实就是我们普通人，尤其是像我这种我觉得自己完全不是天生型选手的这种人，你也是可以通过一定的方法和努力来变得更加幽默的。就是如果你想做这件事情，而且我觉得任何事情可能都是开始于模仿，对吧？就好像你有一个新的习惯，你可能就是要重复的，比如说，哎，我今天我就想练这个yes and no 这个 technique， 我练它10天，我就每天在我这个生活中，我就找这种 yes and no 的机会，我就去练，对吧？你就是然后你就会发现，你大概可能练了，甚至不需要10天，我觉得你练个三天，你就会发现它变得比较自然。然后比如说我现在像我觉得我跟你讲话就是 yes and no 这个在我现在身上已经是我很习惯的一个方法了，所以你就可以随手就可以拿出来用，对吧？但是你可能需要前3天的一个我们叫 deliberate practice 嘛，可能就是前3天你需要就是让自己习惯一下。所以我觉得我非常同意学长刚刚讲的，就是其实你肯定是首先这个幽默这个事情要对你是有意义的，你要是喜欢的，然后你要是有一定的这个付出，愿意去琢磨这件事情，对吧？然后但是我觉得我做了一个事情，就是我把这件事情让它的这个 barrier 尽可能降低，因为很多人他每次都跟我说how to be funny, I want to be funny, but I don't know where to start。所以我可能就是把这一个比较 vague 的这么一个 topic， 然后我把它割成非常非常非常小的东西，比如说 how to be surprising with yes and no questions， 让它变得非常 doable。So like everybody is it's doable for everybody。然后这可能是我觉得我做的这个 research， 就是它稍微有一点用处的地方但是就肯定是生活中你是需要有一定的小小的训练。如果不是说去一个 improv class， 可能大部分人想，哎，我要变 funny， 我是不是要去上一个三个月的 improv class， 我才能够变 funny？这个我是想跟大家说，其实不一定的，这是不一定的。可能你就用这么一个小方法，你只需要1天，然后你就能够变得 funny，但你肯定还是得 practice 一点啦。对，是，你看讲被拒100天，对吧？练习了100天呢，如何被拒绝？练习了100天。才达到了这一个效果。我想想啊，就是加一点，就是说被拒和幽默实际上是异曲同归的。意思就是说，你做这个事情，你需要打败自己的恐惧，是因为我们其实每天生活中啊，每天这个各待人接物啊，实际上是有一条规矩的。当然我们按照规矩走呢，就是说中庸啊，按规矩这么走的话，其实是比较难好笑的。往往好笑是说你要有胆量把这个规则打破。然后所以你像刚才那个 Claire， 我问他行不行，他说 no， 这实际上他有胆量说他把这规则打破，你知道吧？因为他当然他艺高人胆大，他做这事儿他已经很多研究，他中很多次，他知道这个东西没有关系，而且他知道完事之后大家都好笑。所以呢，但是呢，有的时候呢，确实需要胆量的。有一次我去这个我记得是在Illinois 一个公司去做演讲，他们公司去找一群那个 sales 的人，那 sales 人呢都是年轻人，而都是白人。你知道吧？在那种地儿，Illinois 那种全是白人。然后呢，我的演讲的时候，那时候我的上台之后呢，我就看了他们，然后我就说，第一句话我就说 ，Hi，Wow，
Is this what the Nazi camp used to like? OK， 你这劲儿挺蛮大。OK， 这个实际上他们就笑得前仰后合，就一下就说，就是因为我在 make fun of 他们，对不对？然后但是呢，而且这个呢是一个非常这个taboo的话题，但我在那时候我就说我就说出来，这是我的练过，就是说有时候你在面到人呢，你去 make fun of 他们的时候，但你其实这个实际上是那个什么，但他们因为年轻人他们就好笑，而他们笑的时候就好，如果他们不笑，如果这样的话，然后我就想说，哦 OK， 哦 that didn't work。然后就是这个，就我可以找出一个翻你台阶下来。但是呢，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你需要有时候你要想去幽默化，你需要有胆量的，你需要去把那些 barrier， 把那些就想的这种门框，你要把它给突破。然后所以说，这个东西也是说，你平时你讲多了，练多了话，就是像刚才那 Claire 讲，他这种生活的方式，他是对世界观的一种看法，对自己与世界关系的一种找的一种平衡。如果我找到这种说我想让幽默是我的平衡的话，那实际上我是愿意在某些情况下，我就愿意去胆大，我去突破这个东西，然后去冒一些险。对，是。我特别喜欢就是刚刚学长说的这一点，因为我觉得就是你讲到了它背后的一些核心的东西。因为就是很多时候做这种演讲的时候，也会有人问我，他经常大家问的一个问题就是 What if my joke doesn't land？ 然后最开始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 valid 的问题，但我后来想一想，我在想 What's the big deal about it？ 对吧？就好像你其实你在工作中也是，就是假如说你去开会，对吧？然后你去开会，然后你就说啊，我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不是这么就是自己觉得很了不起的 idea， 然后呢，你就在这个会上你跟大家分享这个 idea。结果 nobody cares， 然后我就发现nobody cares， 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做呢？难道你就从此之后再也不提 idea 了吗？那当然不是了，对吧？你就 if nobody cares you don't have to care either。 that didn't work， 对吧？就像你刚刚讲 that didn't work， and just move on。 然后你下次去会上的时候，你还是得想办法提新的观点啊，对吧？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回答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大部分人他的问题都是 overthinking，都是这个勇气的问题，他太多 fear 了，所以说其实很多时候你就是需要这么一点点小小的勇气，然后你去尝试，对吧？当然我觉得学长那个确实勇气可嘉，我可能就比较胆小如鼠一点，我可能就是说到我可能会选择一些比较low stake 这种 scenario， 可以开始先练习。当然他可能因为很熟悉那个环境，我觉得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point， 就是你要对你的 audience 有一定的了解。他其实他当时是相当于是很了解那个 audience， 他是群年轻人，然后他们肯定对这个东西不是很 care， 所以完全可以就是做这个 joke。然后其实如果回到我们生活中和一些职场上的时候，因为很多人经常问说，你这个职场上就比较 high stake 一点，对吧？我怎么知道我什么时候能 joke， 什么时候不能 joke？ 那很多时候你其实是要观察一下你这个 audience。比如说有的时候我可能觉得，我老板他也是看上去一个比较 funny 的人，那我可能就能够跟他开一些 joke。那有的人如果你跟他最开始不是那么熟，然后他可能又是个 VP，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当然每个人决策不一样，但我可能就会先观察，然后可能我不会马上去 joke， 我可能会选一些生活中的比较 low stake 这种环境下开始训练，然后再开始一步一步把这个东西练起来。我举个例子啊，我非常喜欢举例子，因为这东西我对这个东西攒了无数个这种生活中的笑话。我在当初我还在大学刚毕业不久，我在美国然后找了第一份工作的时候然后呢我工作很不好啊，大家知道一个 pattern， 学习不好，工作不好。但是呢就是说我很喜欢，就是说他们人都很喜欢我。一个很喜欢我原因是什么呢？就我不 take myself too seriously， 我很喜欢就是有时候当你没有胆量，你说我在那个情况下去 joke 他们的话，可能没个胆，但我可以 joke 自己。我有个例子，有一次就是说当时我一个当时我有一个女朋友，当然谈朋友，然后我就说，然后我老板就问我you're dating huh？ I'm like yeah， 然后老板就问我she's Chinese？ I'm like yeah I got yellow fever。然后我老板听了之后就笑的就快站不起来了，
然后他就给我举大拇指。因为这东西就是我在 make fun of 我自己，而且我的这个 yellow fever 是一般是白人找亚洲人女的这么干，我刚刚说我自己我有 yellow fever，然后这实际上我脑子就随便这么说出来了，是因为就是说我不在乎我 make fun 我自己，对不对？然后 make fun situation，然后他就觉得这是他听过最好笑的东西，但这个呢其实很管用，这个我跟我老板关系非常非常好，后来呢他们就等于是 lay off， 他们就因为我管理好，工作不好嘛，我工作不好，他们就说。把我 lay off， 把我 fire 掉，但是呢，不想让我走，又给我造了个同样的就同样的工资，一点不变，给我个新的工作。他觉得我 attitude 特别好，想接着给我工作，所以他就，我这个干不好，愣给我干了一个新的一个职业一个工作。我到现在跟他们关系还非常好，所以呢，有时候这种 humor 的话，实际上是真的是当然不 humor 不是完全的，就是说这种，它不是说。一个长命百岁药，对不对？一个因为有时候如果你人很 mean， 如果你关系不好哈，或者说你人你再怎么翻你也没有用，可能是有 mean 翻你，对不对？但是呢，如果你平时的一个人，你跟人家关系好，你跟人家你比较善良，你跟人家愿意帮助别人，再加上 humor， 实际上是对你的这个人设关系是很有帮助的。太棒了，太棒了。我现在回想我们在刚开始谈话的时候，Claire 讲的那个例子，说跟一个很仰慕的人一起在吃晚餐，然后整场晚餐就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对吧？然后手足无措的样子。我再看看 Claire 今天这个样子，感觉完全不是一个人啊。你自己有感受到吗？就是当你开始研究这个事情，到现在你已经开始跟别人讲 how to be funny 了，那你觉得带给自己的变化有多大？太大了！如果当年我把那个人拿下了，今年老公可能就换人了。但是当年没有拿下，所以不，真的是我觉得改变还是很大的，就是说，最大的改变就是我仍然不觉得我是一个天生 funny 的人，就是跟很多人比，比如说跟学长比，我就觉得我还是不如他 funny。但就是他确实对你的性格上和你这个处事风格上肯定是有很大变化的。就是我可能从一个不及格的学生，就5%吧，我们最开始讲5% humor level， 可能今天是一个及格水平，就是及格水平。所以就是对，我这觉得我是及格水平，就是所以就是觉得说，你会对你自己的这个跟别人聊天更加自信了，然后你不会 take yourself too seriously， 你觉得因为我自己在 have fun， 所以就是觉得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就是改变其实挺大的，对。太棒了！你这话说的就跟郭德纲每次开场都说我们是一个相声界的小学生一样啊，大家每场真的天都要说这句话。我眼里的话，实际上一个初级的手和一个导师，其实就是一层纸的这个区别。所以就说Claire，我不觉得说你自己非要好像说练成说我不翻你，我越来越翻你，我已经跟别人在一块儿，就大家就都哈哈笑了。让我才能变成一个翻译的老师。他们很有名的一个故事，就是说，在一个日本的当年有个日本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游泳教练啊，游泳教练之后，他的队员都是得冠军的，好像还得了奥运冠军。然后得完冠军之后，那些队员就非常高兴庆祝，就搞个就是一块儿把把他们教练把拉起来，1、2、3扔到水里去，庆祝，就发现那个教练在水里扑腾，他要沉了，那不然他不会游泳。对，所以他赶紧下去把他救上来了。所以一个不会游泳人，他能教出世界冠军来，意思就是说，你不用说他，你看这些教的好的人，往往话就是说他是对教方面是有天赋、是有钻研的，他并不是自己来做这个东西做的很有钻研的。所以你对这个东西来这么有钻研，实际上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教，你不用想着自己我多翻你才行。谢谢，哇，这个真的是我今天的 take away 了，这是我今天 take away 了，谢谢啊，谢谢学长。导师，好，今天非常开心，这是我这周最开心的一个 hour， 全程就是在欢笑中度过。那个感谢2位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讨论了一下这个话题，希望这个听众朋友们听到这里也有没有收获我不知道，我觉得很开心是一定的，很开心是一定的。那我们知道那个 Claire 有自己的 YouTube channel， 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去 follow。然后 Claire 跟蒋甲一样，其实也做很多的 speaker，
那也可以邀请这个 Claire 去做一些这个speech，就是公司的年会啊，或者是一些活动，我觉得都是很好的很好的一些 occasion 去做这样的这个事情。也可以请我去啊，不要光 Claire，我也需要养家，所以我们俩人都可以。可以先请我，然后我邀请学长。好的，没问题，或者两个都请啊，两个都请啊。好，那今天非常开心啊，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我们有机会我们就下次再聊，也希望两位的这个 speaker 的这个career 有更好的发展，那大家都越来越方领，好吗？好，谢谢。好，谢谢两位，谢谢那我们先到这儿了，拜拜，拜拜。